既然作为国礼，是否当与平日市售的这些布匹区分开来，方显尊贵呢？谢老板不必在意，幻彩罗色彩鲜艳，质地上乘，就算是作为国礼相赠，也是极好的。若是没有更出彩的做法，就这个也是使得的。王爷与二位大人考虑的极是，既是作为国礼，自当以精良尊贵为上。草民回去一定会多下功夫，定不辜负王爷和二位大人所托。如此，我们就静候佳音了。谢家也算是为国尽力，如有什么困难能帮得上忙，本王定当尽力。既是国事，那我公事局也必将鼎力相助。草民一定竭尽全力。谢老板，且去准备吧。诺，草民告退。洛王殿下，这谢家本是草根出身，制作的布匹大多是些廉价粗陋之物，王爷万不可寄希望于他一人身上，不如让那苏家也参与进来，集思广益，方可万全啊！高大人言之有理，王爷，事关国礼，不可大意。既如此，当初还选什么共商呢？谢家的实力，大家都有目共睹，相信他们必定会不负众望。你们二位就不必操心了。小陆，我们走。我呸！什么玩意儿！一个闲散王爷，居然到公事局来摆臭架子！你瞅瞅他那死德行啊！当时怎么就没摔死他呢？我，这个谢风，总觉得似曾相识。哎呀，王爷，您是不是又头疼了呀？要不然我回到宫里再帮你请个太医给瞧瞧？不必了，只是些许头疼，不必惊动公众。王爷，自打您回来之后，见什么东西都是似曾相识。头疼，头疼。幻彩罗目前的制法已是极致，那如何才能彰显尊贵呢？爹，咱家目前所制的幻彩罗用的乃是贝壳粉，既然想要奢华尊贵，那为何不换成以前所用的珍珠粉？珍珠的光泽更加饱满莹润，用它来做幻彩罗，粗看之下与先前的并无差别，细看便能品出不同，这样不更体现咱们家的用心吗？可是这珍珠粉造价极其昂贵，咱们一时半会儿……爹，这个不打紧，洛王殿下说了，有困难尽管找他。想必为了制成这批国礼，向宫里请下一笔银子也是可行的。太好了，这下咱们家的幻彩罗一定会大放异彩。有机会还得当面感谢一下这位陆王殿下才好。我说错了。没有，好主意。天家御赐了上等珍珠粉，特批给谢家制作幻彩罗。这批珍珠粉乃是玉之上品，极其难得。用珍珠粉替代之前的贝壳粉，粗看与之前无异，细看才知其中华美啊。
这谢家也不知道走了什么狗屎运，如此贵重的东西，竟然落到了他们手上，真是捡了个大便宜啊！捡便宜？哪儿那么容易让他们把便宜捡了呀？高大人，这可是欺君之罪，是要被杀头的啊！苏老板，你这是什么话呀？你知我知，谁要杀苏老板的脑袋呀？可是用普通的珍珠粉替代御用的珍珠粉，这万一被查出来，这不是有袁大人在吗？有袁大人在，苏老板有什么好担心的呢？苏老板，您可别忘了，这贡商的头衔，你们苏家可是没抢到，这将来和公事局来往，可就没那么便当了。若日后还想跟公事局做生意，不全得靠我跟袁大人从中周旋吗？就这么一点小事儿，苏老板都不愿意做，这叫我们日后如何相信你啊？还有啊，苏老板，是谁抢了你们苏家贡商的头衔？您不会不记得了吧？这要不扳倒谢家，你苏公明还有出头之日吗？哎呀，苏老板啊，眼下这京城能和你们苏家一较高低的，就只有谢家，而这谢家眼下又拿了贡商的名号，这往后日益壮大，越做越好。到时候还有你们苏家的好果子吃吗？我要是苏老板，就绝对不允许谢家出头。二老爷，这些珍珠一看就是不入流的下品，真能蒙混过关？哼，碾成粉末后，再用硫磺熏蒸漂白，就算是神仙也难区别。哦，可万一……住口！若是谁敢泄露出半句，我绝不轻饶。啊，不管是普通珍珠还是下等珍珠，那都是咱们苏家出钱。咱们家又没有金山银山，怎经得起这样的折腾？哼！王爷，不好了！接刚刚来报，西周使者呀，出事了。好，这是怎么回事？回袁大人，使者身上起了大片的疹子，血红肿溃烂。此二位还算轻症，后方那位使者现已昏迷不醒。经初步诊断，应该是所穿衣裳的布料不太妥当了。昨日穿了你们御赐的衣裳，变成这样了。此事你们一定要给我们一个交代啊！哼，两位使者大人，请息怒啊！此事我们公事局一定会彻查到底，给二位大人一个交代的。袁大人，既然此事与使者大人所穿的御赐衣物有关，不如将制布的贡商传来，问个清楚。不用扯了，直接上报天将。开门！开门！快开门！谁呀？你们怎么私闯民宅呀？让开！少爷，少爷，老爷，老爷！爹，把所有人给我拿下，各房去搜，一处也不许遗漏。等等，
敢问大人，我们家到底犯了什么罪？不由分说便要拿人。犯了什么罪？在你谢家进贡的使者衣物内，查验出掺了有毒的珍珠粉，致使西周使者全身中毒，犯的是死罪。你们胡说！不可冲动，让他们搜，看他们能搜出什么来。给我搜！冤枉人！大人，我们找到了未开封的御赐品。私吞御赐。来人，将谢家人全部带走。不可能，我家的布料不会有问题，这其中一定有诈。有没有诈，自己去大理寺分辨。懒得跟你们废话。这不是我们。凤儿、宁儿，我们谢家做事堂堂正正，去了衙门自有公论。你们这么做冲撞了官差，岂不是适得其反？朗朗乾坤，岂会没了王法？我们谢家行得端，坐得正，什么都不怕。我们走。老爷，带走。大人，这进了大理寺，谢家基本上就算是在劫难逃了。袁大人，陆王殿下，今日什么风把您给吹来了？我听说大理寺抓了谢氏一家人。谢林甫胆大妄为，为了昧下那批上等的珍珠粉，私自在布料里做了手脚，致使西周使者染疾。天家已下令彻查此事。我虽然与谢氏打交道不多，但是觉得他品性端正，应该做不出这样的事情。是不是这其中有什么误会？珍珠粉是下官领出来交给他的，这布料是谢家亲手做的，下官不知这误会何在啊？是啊，王爷，人证物证俱在，这谢家果然是泥腿子出身，眼皮子浅，没见过什么好东西，竟敢连天家的东西都贪，简直是不要脑袋啊！如今大理寺那边审得如何？此事天家甚怒，命大理寺明日开堂审理此案，以震慑别的商家，不要以身试险。除了你们所说的布料，还有查到其他的证据吗？明日开审，陆王殿下有兴趣，可同堂陪审。本王自然是要去的。本王相信谢氏一家人不会做出那样的事情。此事一定要审个明白。走。这王爷还真是哪儿都插一脚呢。你怎么和那姓苏的交代的？我让他用普通珍珠粉替代即可，他用的什么东西？我告诉你，这西周使者若真有什么三长两短，你我都要掉脑袋。大人息怒啊！大人，都是那个不知死活的东西，估计是不甘心多使银子，于是便想出这么个便宜的法子。这不能怪我啊，大人。本想借此事摘了谢家共商的名号。西周使者出使，这是邦交大事，可别把你我也搭进去了。大人放心，这谢家领罪已是板上钉钉的事了。至于那姓苏的，已经被我攥在手心里了，谅他也不敢出什么事儿。
带人犯。包子，跪下！何大人，此案未审，怎么就给犯人动了刑？此人在牢里一直喊冤，聒噪得很，不得已让他吃点苦头。此案尚无定论，怎能私自动刑？若他无罪，大理寺该如何交代？洛王殿下，大理寺审案一贯如此。洛王殿下若有异议，大可改日奏请天家。人犯谢林甫，你利用向晋城贡布之机，偷换皇家御赐上等珍珠粉，致西周使者染病大恙，你可知罪？回大人，珍珠粉是高大人亲手交给草民，草民亦祖传秘法制布，并未偷换，请大人明察。如今大理寺已寻得证据，你还敢狡辩？草民做事光明磊落，绝无偷换之举。既如此，尚无证。这确是高大人交给我的御赐珍珠粉，但在制布的时候都已经用完了，不可能还封存完好。大胆！证据确凿，还敢当庭狡辩？公事局交予你的御赐珍珠粉，你藏匿于府中，另用下等珍珠粉碾磨熏蒸，冒充御赐珍珠粉，用于制布。草民用的，就是公事局交给我的珍珠粉。谢灵甫，本官给你的珍珠粉就是这一盒，封条都还完好，你竟然敢私藏，胆子是真够大呀！当初公事局送来的珍珠粉，绝对不是这盒！大胆刁民，公堂之上居然血口喷人，诬陷朝廷命官！这东西是从你府中搜出来的，你自己也亲口承认之前用的东西不一样，这不是偷换吗？如今事情很清楚，谢林甫胆大妄为，偷换御品，致使西周使者染疾，险些铸成两国邦交之祸。何大人，此案应该如何判罚？请大人明鉴，放过谢家，妻儿老小，谢家冤枉啊！住口！谢氏绸布庄谢林甫借进贡之机私吞御品，其品性行径恶劣至极。如今证据确凿，判谢林甫及妻儿4人流放关外，永不得返京。谢家财产悉数罚没。退堂。大人，我家本分经商，童叟无欺，定是有小人陷害，请大人明察。大人，冤枉啊！大人，我们是冤枉的。冤枉！大人，要望多久星光，闯多少荒唐，才能一生滚烫？要借几番无常，随多少愿望，才留住身旁？只愿此生不负所爱，哪怕烟花中离散。
王爷，你可又是头痛了？自从失忆，每当想起从前的事情，便会头痛。那干脆就不要想，反正都已经过去了。今日那个小姑娘，见过的小姑娘，那不是千万。哎呦！我没说错呀。给我贫嘴是吧？总感觉丢了什么很重要的东西。王爷，您又在想什么呀？我倒是没想到，看上去清廉正派的谢家，居然会做出这样的事情。哎呦，王爷，那买卖人家利字当头，再说了，这人心隔肚皮呀。您怎么就那么确定他们家清廉正派呢？谢氏绸布庄以工商致富之名，私吞玉品，祸及邦交。现罚没谢氏全部家财，谢林甫及其刘氏、子谢峰、女谢小妮4人流放关外，永不得返京。快点！好。快点！小姐，那儿呢？老爷，夫人，老爷，小姐，少爷，我找到你们了！干什么？贵爷，回去，贵爷，贵爷，你行行好，你行行好，我跟老爷说句话，这个银子你拿着，你行个方便。啊，你行行好，快点！老爷，夫人，如今我们谢家遭难，难为你们还想着前来送别。你们跟随谢家多年，本应该给你们一个好的前程，如今只能愧对尔等了。是谢某无能，愧对大家。老爷您千万别这么说，这都是伙计们连夜赶制的衣物和吃，留着路上御寒吧。小姐，红蕊，不哭了。我们今日一别，也不知今生能否再见。我在南墙根柳树下偷偷埋了些首饰，你快点回去，趁官兵还没发现，赶快把他们找出来，拿去做个买卖吧。我不要。你没有爹娘，这是我给你备的嫁妆，可不要辜负了我的一番心意。你们放心，只要我谢小妮没死，一定会回来重振谢家的。好。行了，差不多了啊，赶紧走。走了，小姐，好了，夫人，别磨蹭了，老爷，走了，好重啊！快走，快点，老爷，赶紧走。老爷，好重啊！快走，快点！妮儿，等一下！哎，干什么？让我过去！好，回去。好，快点！妮儿，我一定会想办法救你们的。二叔，救救谢家吧！求您救救他们吧！谢家流放关你什么事儿？我知道您与公事局交好，只要您在袁大人面前说情，千万不要让谢家流放啊！二叔，我求求您了！你疯了吧？二叔，谢家绝对不会偷换玉品，他们不是那样的人。文宇啊，不是二叔不救人，大家都在京中经商，可谓是唇亡齿寒。二叔在公事局哪有这个脸面？谢家的事儿，
那是天加震怒，谁会在这个节骨眼上去送死啊？文宇，谢家只不过是流放，又不是掉了脑袋，只需在关外待上几年，等事情平息了，说不定就回来了。真的？嗯，我知道了。高大人，行了，别往里边看了，也别杵这儿了。我已经帮你向袁大人求过情了，袁大人不会再责罚你了。高大人，都是小人的错，让大人替小人费心了。你说你贪欲我个度嘛！让你用普通的珍珠粉，你竟然用了下等珍珠粉。这得亏西周使者是痊愈了，不然你、我，还有袁大人，可都担着干系呢。啊，是，小人知错，小人该死。不过这话说回来，你办事也算干净利落。那盒御赐的珍珠粉，栽赃的很巧妙啊。说，你在谢家干了几年？半年，因为偷染料拿出去卖被掌事的发现，才被赶出来的。哼，你这个人倒是实诚，被谢家赶出来以后，又来祸害我苏家。说，你在我作坊里偷了几回东西？老爷，我真是头一次啊！老爷看，小人一定痛改前非，不敢了，再也不敢了。千万别送我去见官呀！不见官可以，你帮我去谢家送一样东西，可否办到？这件事情若是办成了，你就不必见官；若是办不成，或是泄露了出去，你就等着死吧！哦，一定办成，一定办成！谢老爷看，谢老爷看啊！少爷，你看，这是咱们新染出来的布料，这不刚回来了吗？哎呦，表哥，好久没见到你了。表哥，我这还得干活呢，先不跟你说啊，有空来家里喝酒啊。只是我们爷儿几个这忙活了半天，什么也没捞着。哎，大人，二位大人冒险借出珍珠粉为小人平事，小人岂能忘恩负义呀？大人，这是孝敬二位大人的。苏老板太客气了。啊，对了，苏老板，那个谢家虽然定了罪，也判了流放，但终究还是会有卷土重来的机会的。苏老板不会给自己留后患吧？哎，高大人，小人只不过是个经商的，可万万不敢杀人呐。苏老板这么说，我可就听不懂了。
我得给您提提醒啊，这件事自始至终都是苏老板您一个人做的。这将来如果东窗事发了，也得苏老板您一个人扛着。至于这谢家留不留，苏老板您自己掂量着吧。哦，对了，还有那个赵武，你打算怎么处置啊？大人，这我乡下的老宅正好空着，便派他去看着。这毕竟离城几十里路呢。再说了，他怕见官，最怕自然严实。那就先请告退吧。那小人告退。不送。苏公明这时候倒是听话得很呢。只是可惜的那一盒珍珠粉呐，那可是难得一见的极品呢。苏公明这个蠢货坏了事情，害得我们什么都没有捞到，白忙活了一场。来日方长，不急。快走，快点！快走，快走，跟上啊！快点走，快点走，走走走。啊！娘，夫人，没事吧？快点！官差大人，我娘身体孱弱，可否让我们歇个脚啊？歇什么歇？老子接这苦差事，正愁没处发火呢，赶紧走！快点走！卖酒嘞，上等的女儿红。哎，官爷，要喝酒不？走吧，别误了事儿。走走，赶紧走。这日头这么大，兄弟们都辛苦了，要不歇歇吧？这只是歇歇脚，不误事了。哎，等等！哎，官爷，你们几个兄弟啊，在这歇会儿。给我们哥几个啊，来几碗酒。是这。好嘞。娘，快坐。来，您尝尝。这酒啊，绝对是上品，您尝尝可香了。来，给您倒点儿。哎，倒满点啊，倒晚上。杯吧。这是好酒啊！这又不是官道，人迹罕至的，怎么会有人在这卖酒呢？不好！要你们命的人，快跑！想走就走！爹！娘！弄死你！啊！爹！妮儿！爹，快走！富儿，快起来！拿着，快走！富儿，拿着，带着你娘和你儿快走！夫人，快走！你们快走！爹！富儿。
快走！你们快走！娘，快跑！快！快走！给我去死吧！夫人。小心！娘，快跑！我不，你快起来！宁儿，这个陶笛你拿着，这是爹给我们的，你一定要好好收着，一定要好好活着。我不要，要走一起走。再不走就来不及了。快走！云遮月，花开成雪，此生我不断是别别。断肠尽泪，笑一干，无限与你再相见。快走！我们谢家人不能全死在这儿！快走！才能一生走啊！走！快走！了解几番无常，随多少愿望才留出身旁。只愿此生不负所爱，哪怕烟火中离散，你一定要好好活下去！我无悔，还需要多少勇敢，都朝你而来。只愿此生不负人然，不负你的流，我一定会好好活下去。当烟雨又朦胧了江南，可陪我锦绣锦端。云遮月，花开成雪，此生望不断是离别。愿尝尽泪，笑一干，无邪与你再相见。要望多久星光，闯多少荒唐，才能一生滚烫。慢一点。要借几番无常。鄙人姓赵，名同深，这位是我的夫人。我们夫妇二人发现你晕倒在山野，便将你带了回来。这位是这里的主人，云锦庄的云娘。你之所以能在这儿，也多亏了她的收留。我没说收留他，你呀，就是刀子嘴豆腐心。哎，姑娘，
三位的救命之恩，小女子无以为报，只有记在心里，他日一定加倍报答。来，先起。你身体还没恢复呢，来，坐。看这样子，也像是知书达理人家出来的孩子，你为何会流落至此呢？